乌军杀疯了，一口气推进25公里，收回126平方公里领土。战场之外，10个国家在巴黎组团成立反导联盟。泽连斯基当场放话，弗雷亚反导系统要在1年之内跑起来。马克龙紧跟着宣布，阵风战斗机要尽快向乌克兰交付，多种导弹的生产许可也要砸给乌克兰，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风暴阴影。中东那边也不消停，美伊再次动手，伊朗索性端出来一份复仇名单，特朗普、内塔尼亚胡、马克龙、莫茨、斯塔默等全部榜上有名。特朗普直接宣布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所有经过海峡的货物要交 20% 的费用。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胡塞武装也开始互相袭击，长达4年的停火被打破，中东局势要失控了吗？俄罗斯能够抵住乌克兰的攻势吗？就在全世界的焦点都被俄罗斯带着跑，全都看向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时候，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团斯凯利亚发布了一篇公告，他们在南线奥列克桑德里夫卡方向干了一票大的，突破俄军防线，继续向前推进25公里。杰尔诺维、扎波里茨克、辛赫奥尔西耶夫卡、沃罗内、西奇涅维、马利夫卡这6个村庄原本都是灰色地带或者俄控区，现在全部回到乌克兰控制之下，累计收复领土126平方公里。这份公告随后被删除，但有意思的是 ISW 在随后的评估中确认，乌军在该方向确实取得了进展。那咱们来拆一拆乌军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奥列克桑德里夫卡这个方向一直都不算什么主战场，俄军在这里部署的兵力主要是第120海军步兵师和第68军。之前几个月，这2个部队在红军村等方向的交火中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补充兵员的质量也跟不上，所以俄罗斯干脆把他们撤出主力方向，让他们来这个方向当补丁。乌军选的就是这个点，趁你病要你命。数十个突击小组同时从维利科米哈伊利夫卡地区出发，向东和南2个方向渗透突击。俄军根本判断不出主攻方向在哪里，等他们反应过来，乌军已经在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而且整个突击行动还有持续的空中支援，无人机什么的就在天上盯着。俄军地面部队露头就被秒，俄军基本毫无还手之力，因为他们的无人机操作员早早的就被乌军给定位清除了，想靠无人机侦察和校正炮火都不行，炮兵想开火就看运气，反正不知道哪个方向有乌军，全靠蒙，最后当然只有躺平挨揍的份儿。除此之外，乌军在推进过程中断掉了第656摩托化步兵团在泰米里夫卡地区的人员集结地，这个地方在扎波罗热的东南方向，是俄军一条重要后勤补给线的节点。乌军一套操作，这条补给线就进了乌军的火力控制范围，到时候南部战线的俄军补给都要受影响。后勤让人头疼，但最让俄军害怕的是乌军在这个方向移动，他们该怎么办？要守住南部战线的成果，就不得不从其他战线抽调兵力来填补缺口。但俄军现在哪里还有多余的兵力？红军村在打，康斯坦丁诺夫卡在打，俄军的预备队早就被填进了这些绞肉机里，哪里还顾得上南线这些阵地？如果不守，放任乌军的动作，那他们就要面对一个情况，他们在其他方向打来打去，扭头一看，乌军把之前打下的土地收完了，那跟白打有什么区别？所以乌军这一刀捅下去，俄军只能疯狂敲脑袋，到底要不要增派部队？增派谁去支援？他们急得团团转。乌克兰可不会给他们喘息的机会，战场外的刀子也到了，欧洲联合起来。就在这几天，欧洲各国齐聚巴黎参与议院联盟峰会，吕特和冯德莱恩盛装出席。欧洲主要防务公司 MBDA、泰雷兹、萨博、迪尔防务、康斯伯格、亨索尔特全部到场。这一场峰会完全变成了欧洲军工界的誓师大会。乌克兰与9个欧洲国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国正式宣布成立综合反弹道导弹防御联盟。虽然10国的联合声明写得清清楚楚，我们就是纯防御的联盟，但这些国家一抱团，放在俄罗斯眼里跟宣战也没什么区别。原因在于联盟的旗舰项目弗雷亚反弹道导弹系统。众所周知，现在的俄罗斯仗着乌克兰爱国者导弹库存耗尽，攒着劲朝乌克兰猛射导弹，让乌克兰吃尽了苦头，憋着一股气要搞反弹道导弹系统。这个系统要比爱国者更便宜，更容易量产。火点公司接过任务，搞了一款叫 FP7.X 反弹道导弹拦截弹，最快到8月就能量产，每天3枚，1年就是1000多枚。这数字放在爱国者的生产线上，想都不敢想。最重要的是成本，火点搞了这款拦截弹，单发成本约70万美元，爱国者3一发要好几百万美元，对比起来一看，简直是赚大了。但是光有拦截弹也不够，只靠乌克兰的产能无法满足乌克兰和欧洲的所有需求，所以泽连斯基一直想着和欧洲组队搞，
现在算是彻底落实了。乌克兰出拦截弹，德国给红外导引头，就是导弹末端锁定目标的眼睛。法国给雷达技术，意大利给跟踪系统，挪威给指挥控制系统，大家各出各的绝活，一套完整的系统，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就搞出来了。泽连斯基也给出了一个时间点，12个月，1年内这套系统就要跑出来投入实战。这速度放在军工行业，用疯狂2字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正常的武器研发周期是按年算的，5年、10年的项目比比皆是，1年就跑通，这是所有国家想都不敢想的事。但在战争状态下，乌克兰人用4年多的时间证明了一件事，他们能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就在同一天，法国还和乌克兰签了一份路线图，乌克兰要买16架阵风战斗机，第一批2028到2029年就能在乌克兰上空飞，飞行员培训马上就开始。阵风是什么级别？法国达索公司生产的双发多用途战斗机，能空战，能对地，能扔核弹。当然，乌克兰拿到的是常规版本，但关键是阵风能挂斯卡普巡航导弹，也就是风暴阴影的法国版本。乌克兰现在用的都是英国给的库存，打一发少一发。现在不一样了，法国给了生产许可，连带着阿斯特30防空导弹和铁锤精确制导导弹的生产许可也一起打包送了过来。从今以后，乌克兰不用眼巴巴的等援助了，可以在自己国土上建生产线，自己造这些导弹，再搭配阵风这么一跑，俄军的防空系统想拦都拦不住。而且这应该只是一个开始，因为马克龙专门提了一嘴，他们给乌克兰生产许可主要还是跟着美国做法来的。美国刚认可了乌克兰的战果和生产能力，给了乌克兰爱国者生产许可，法国转眼就送来了3款导弹的生产许可。那么其他国家呢？英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跟还是不跟？火力军都不敢想以后的日子，为了产能扩张，美欧或许会源源不断的把技术塞进乌克兰。今天法国能给斯卡普的生产许可，明天德国给个 IST 的生产许可，后天意大利给个别的什么许可。一旦这条线跑通，俄罗斯要面对的是一个几乎继承了欧洲各种先进武器生产技术的乌克兰。这样的乌克兰，俄罗斯怎么打怎么赢。同一时间，中东那边也没闲着，美伊彻底撕破脸了。因为伊朗多次无辜袭击商船，美国也忍不下去了，1周之内多次空袭伊朗，专门打伊朗的岸防系统、导弹阵地、无人机基地等资产。被揍狠了，伊朗也赶紧还手，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两边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然后伊朗就开始思索盘外招。穆杰塔巴在父亲葬礼后首次发声，向全世界宣告，他们搞了一份名单，必须要向名单上的人复仇。他还没说具体是谁，伊朗媒体向高潮了。一家叫《哈姆沙赫礼报》的保守派报纸搞了一张复仇名单的信息图，13个人，首先就是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剩下的全是美以欧洲的政要和军方高层，比如赫格塞斯、卢比奥这些人。但是让火力军绷不住的是，你搞美以就算了，怎么莫茨、马克龙、斯塔默也在名单上啊？是生怕伊朗没引起公愤吗？而且就在这份复仇名单发布之前，以色列已经提前把情报分享给了美国，美国自己也追踪到了相应的信息。大家看懂这个差距了吗？伊朗的动态从头到尾都在美国情报体系的眼皮底下，所以伊朗如果想着靠自己就完成他们复仇的话，那根本不可能。他们可没有精准定位、实时追踪的本事。想要复仇，他们就必须走一走其他国家的路子，比如俄罗斯。据荷兰 AIVD 和 MIVD 联合发布的消息，俄罗斯国家支持的黑客干了一件事，他们攻破了欧洲多个北约国家的民用互联网摄像头。这些设备防护级别不高，有的甚至还在用出厂默认密码，黑客扫一圈就能进去。然后他们专门去看军事运输路线上的摄像头，实时监控欧洲援助物资的运输路线、时间和装备类型。荷兰是援物资的重要中转枢纽，自然就成了重点目标。俄罗斯的盘算打得很精，用民用摄像头搞军事情报，比搞卫星便宜多了。但让人深思的是另一个问题，俄罗斯能监控军事运输路线，能不能监控特定人物的行踪？如果可以的话，那美欧各国就要斟酌一下了。俄罗斯有能力监控欧洲的摄像头，并且有意愿跟伊朗共享情报，伊朗有动手的意图，这3件事放在一起就能指向一个答案，俄伊完全有可能联手合作针对美欧各国领导层。这条路径是完全可行的，以色列就是用人工智能分析了伊朗成千上万个摄像头拍下的数百万小时视频，才定位到了哈梅内伊和他的助手们，然后才能发起精准攻击。哈梅内伊一死，还差点把俄罗斯吓尿，紧急关闭了用于保护普京的监控系统。回过头来再看伊朗批出来的复仇名单，看着像个笑话，但值得警惕的从来不是那份名单本身，而是名单背后可能已经打通的情报网络。所以特朗普拿到消息后也很果断，他对伊朗只有一句话：1000枚导弹已经上膛瞄准了伊朗，只要伊朗敢动手，那就等着导弹发射吧。不过真正让全球炸锅的是特朗普扔出的另一颗炸弹。从7月14日起，美国正式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所有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都可以停一停了，有美军守着都别想过。其他国家的船只只要不跟伊朗做生意，可以正常通行，但所有经过海峡的货物，美国要收20%的费用。有人算了一笔账，战前霍尔木兹海峡每天运大约1500万桶原油，价值至少12亿美元，20%就是一天最少2.4亿美元，一年下来就能收接近1000亿美元。他的话一放出来，伊朗坐不住了，阿拉格齐先跳出来，火力军还以为他要说什么，结果老哥上来就是一句：特朗普说的对，只要为商船提供安全通行，那就完全可以收钱。问题是这想法是我们想的，是我们伊朗提出来的。霍尔木兹海峡就在我们伊朗家门口，收钱也应该是我们伊朗收，凭什么美国要来分一杯羹？而且我们伊朗都只敢喊一艘船200万美元，你凭什么按比例收费？竟然还喊到了20%，天理难容啊！全世界的朋友们，看看我们伊朗的收费规则，20%太多了，我们伊朗可以公平收费的。老实说，火力军看了这些新闻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谁能想到，美伊这场仗打着打着，打出来2个收费站。更狠的是，特朗普还直接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里点名了，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科威特、巴林还有以色列这些国家，全都应该给美国交保护费。毕竟美国不缺石油，出手打仗都是为了你们，所以你们得掏钱。这也符合特朗普的一贯思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不管是什么盟友，都不能只想着依赖美国，天天指望着美国出钱出力。要么大家公平交易，要么你们自强，反正看你们自己怎么选。对这些海湾国家也一样，要美国的保护，那就得加钱。海湾各国还没给出什么回应，又一条战线猝不及防的开启。美伊动手以来，一向保持克制的沙特阿拉伯，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砍向了伊朗现在最得力的小弟胡塞武装。这件事说起来也有些荒唐。7月13日，胡塞武装控制的萨那国际机场遭到空袭，还没等他们去查是谁干的，也门国际公认政府就跳出来认领了，说是他们占了机场跑道，目的是阻止一架伊朗飞机降落。这架飞机是伊朗马汉航空的，上面载着一个胡塞武装高级代表团。这批人刚去德黑兰参加了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追悼仪式，准备坐伊朗飞机回国。这也是也门政府最担心的事，生怕伊朗打着送人的借口，偷偷给胡塞武装送导弹、无人机专家什么的。毕竟之前的伊朗没少干这样的事，所以他们明确告诉胡塞武装那群人，你们回来可以，但必须坐也门航空的飞机，不能坐伊朗的。胡塞武装一听就拒绝了，谁要坐你们的飞机，我就要坐伊朗的。他们不拒绝还好，一拒绝，也门政府更怀疑那架飞机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机场跑道炸了。马汉航空的飞机在天上转了半天，最后被迫降落在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机场。结果也门政府万万没想到，他们都已经说了事情是他们干的，结果飞机一落地，胡塞武装立马跳出来，什么你干的他干的，我说是沙特干的就是沙特干的，沙特阿拉伯你给我等着，你占我机场是吧，我也占你机场。然后导弹就飞向了沙特西南部的艾布哈国际机场。到了这种时候，再纠结是谁干的没有什么意义，关键是胡塞武装对沙特动手了。这是自2022年3月非正式停火以来，胡塞武装第一次攻击沙特境内目标。他们还警告所有航空公司不要飞越沙特领空，说明之后应该要继续动手。问题是他们这一动手，不是逼沙特继续找美国针对伊朗吗？也门政府军背后本来就是沙特，沙特在2015年就开始支持也门政府军了，只是在过去4年，沙特一直试图从也门战争中抽身。2022年的停火协议就是明证，沙特不想打了，只想把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然而也门政府军搞出来一场空袭，沙特可没那么容易撇清关系。再加上胡塞武装这波导弹一打，沙特怎么办？不打也得打。所以不管沙特愿不愿意，他已经被拖下水了。一旦沙特决定反击，他们第一个找谁？肯定是美国。特朗普刚点名沙特要交保护费，沙特可能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掏钱，现在胡塞武装的导弹帮沙特做了决定，掏必须掏，要打架当然要请最厉害的来帮自己打，反正他们又不缺钱。到时候也门战火重燃，伊朗也要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支援？不支援，如果美国和沙特一起动手，胡塞武装可扛不住打击；支援，伊朗就要再拼命挤出来一部分资源，本来家底就不富裕，再挤出来一点，大家都不好过。最后兜兜转转，能拿出来的牌又是我们提了无数次的曼德海峡。但是这张牌只要伊朗打出来，那就真要变成全球公敌了。胡塞武装以为自己在帮伊朗出头，实际上是在把伊朗往更深的坑里推。这一仗表面上看炸的是沙特机场，断的却是伊朗的后路。这也是代理人战争的悖论，养的打手越能打，自己就越容易被拖下水。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海湾国家会给美国交保护费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
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